我真的好想买房子系列，6都女性房贷占比过半，为什么现在买房子的女生越来越多？先说结论现在自己买房的女生越来越多了，真的统计数据就是这样子写。那建商也开始推出越来越多女生才会喜欢的公设。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年轻人买房最在意什么，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最近很冷冬天最难熬的是太冷，双脚冰的跟哈根达斯一样，睡不舒服睡不好，那隔天还要起床上班，是真的很痛苦。那今天我要推荐一款冬天必备神器 King 有的居域两用陶瓷电暖器。老实说电暖器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为什么我要特别挑这台来做团购呢？因为它直接解决了传统电暖器的3个痛点。第一，热的超级快，一般电暖器开机要热3到5分钟嘛，手脚都要冻麻了才开始慢慢热起来，但这台只要3秒，暖风立刻就吹出来，你手还没伸过去，整个人就先温暖起来。而且它用的是陶瓷发热技术，不发光不耗氧无论你要追多久剧或是工作睡觉，都不会让你觉得眼睛干涩或是缺氧头晕。第二，可以挂起来防泼水，这主要是用在没有对外窗的浴室你把它挂在毛巾架上把那个铁杆凹出来去挂你的毛巾，那你洗完澡以后整间浴室暖烘烘的，你的毛巾干燥的很快，也就不会发臭，非常适合用在没有对外窗的浴室。第三，非常轻巧，整台不到 2.5 公斤，就像一个会跟着你跑的小太阳，白天在书房陪你工作，晚上拎到卧室陪你睡觉，这种带得走的机动性才是冬天最需要的东西。重点来了，为什么特别推荐你买？因为好看又好用。这台日系外形的电暖器原价是2480块，这次的团购价只要1980块，2张小朋友有找，帮你省下了钱在高雄购置好几次光噪音呢。而且厂商这次为了挺我，加码送福利，前20名下单额外会再送10包暖暖包，让你在家暖，出门也暖，从此冬天也不会再怕冷。厂商这波数量给的不多，赠品只有前20名才有，卖完就没了，所以手脚慢的就只能继续缩在被窝发抖了。链接我已经放在下方资讯栏，有需要的朋友赶快点进去抢购。如果你很怕冷，每天都冷到怀疑人生，就让这台 King 有居域两用陶瓷电暖器温暖你整个冬天。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为什么买房对女生很重要这是我们来聊一个观众朋友传给我的文章，我觉得蛮好看的。标题我念一下：为什么买房能让女生有安全感？感情会背叛，房子不会背叛吴淡如写的。那大多数人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让人安心的港湾那内容主要就是在说，有人去采访作家吴淡如你也知道嘛那问他对房子的看法怎么样？我认为他有一些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就来跟你分享。女性从心理层面来看，买房子不只是买一个住所，而是买一个可以遮风避雨让人安心的港湾好，这边都还好，但是下一句我觉得很重要。一旦房子是自己的，与伴侣争吵时，通常离开的都会是没有房产所有权的一方是不是这样？说不定你就是啊没有，我开玩笑然后你的老公一个不爽吵架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这一间房子是我买的，你给我滚出去。好，那是不是都听过8点档都是这样演的嘛？好，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不爽你就跑出去了就像大半夜一个小女生哭哭啼啼冒着雨跑出去，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危险我都不敢想。好，那如果这间房子是你的，今天我跟你讲，老公不敢跟你大声吵架，就不会吧？为什么？就换他滚出去了那你叫你老公滚出去，其实你老公还感觉比较爽，我不知道，因为他可以去泡网咖我不知道。那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在别边有一个自己的房子，避风港就是这样那套房也可以没关系你有自己的一个避难所你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不用怕说风吹日晒或是你自己住饭店你睡不着觉再来就是你该买多大的房子这种问题那吴淡如也分享了一个朋友的故事，你可以参考看看。故事是这样就是他在台中买了4房公寓，想说这间房子很大，住起来很爽，原本想要自己住而已，
后来就亲戚朋友就会来问一下能不能借住，能不能借住，借住到后来就不太想要走，他又不好意思赶人，然后越住越久这样，甚至他亲戚朋友还带男朋友一起来住，那你说要赶他走，又是亲戚啊，又怎样又怎样，搬出去没地方住，又赶不走，那爸妈还骂他说请讲啊，他要进你看这个就是说女生买房会遇到的情况你是男生就不太会被问，因为你看起来就是一脸北蓝就要找人玩 gay 的样子嘛，能不能借住不会啦，那亲戚朋友就觉得说不要去惹你比较好我也不知道那再来就是女生买房的比例真的有提高吗？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就吴淡如作家讲的这样好像每个女生都会想要买房子应该都要买房子这样，那实际上女生购买房子的比例是不是有变高？来，你看这张图，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在6都里面，台北、新北、台中这3个地方，在2025年第1季申请房贷的人已经有超过一半都是女生，其他3都也都快了，占比都快47%。我知道你稍微有经验，你到这边你又要说没有，你要乱讲，因为现在就新青安嘛，现在就首购嘛，首购是怎么样？一对夫妻的话，男生一间首购，女生一间首购嘛。然后男生早就上车，他当初为了结婚他就上车，然后现在是女生用女生名字买，还能贷8成，是这样子来的。好，随便你都可以，也有你的道理，我也觉得蛮合理的只是说女生的这个购房比例上升，你没跟那个女生做好心理沟通，你没跟你另一半，你叫她去签，她敢所以说现在女生买房的占比是真的怎样变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女力觉醒了。女权嘛现在很多的女生的收入你不要说跟男生差不多，比男生高很多好不好？而且他们也不是说薪水变多了才来买你看这个新闻，看标题就好，经济自主更有底气，女性购物者年收100万内占 68%， 就很多女生是怎样能上车就上车，没有坚持说收入要多少才能买，也没有坚持说反正我就嫁个金龟婿然后我再叫他买，并没有这样，比很多男生还要有勇气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边再补一个八卦给你有此一说，现在有很多的父母观念也改变了，以前是怎样嫁妆与其帮女儿准备嫁妆，不如直接帮她付掉头期款，就是在结婚之前先帮女儿买一间房子。为什么？因为房子不会外遇也不会对你大小声它只是偶尔停个电而已还好那婚前买的房子，离婚也不用分给对方，所以爸妈帮女儿买房都可以怎样？都可以确保她在未来的婚姻走得比较平顺一点，而不是自己舍不得打、舍不得骂的公主养大了之后嫁去男生那边，然后就被当奴隶使唤，什么吃饭不能上桌，没有啦，这太夸张。总之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女儿嘛。要是我有女儿，我也会这样，好不好？那先把房子给她买好就是这样，然后这样怎么样？她就有对男生大小声的底气，不是说反正你去交一个男朋友然后论结婚讲你整天跟他玩 gay， 不是这样，而是说你不用怕，没关系你过你想要的日子就好。如果他欺负你，来我帮你对付他，不是就保护自己女儿的那个心态，我想大家都有，然后顺便资产会增值嘛，就是这样一片苦心我也认为这样子做是蛮好的一个做法。还是你让你女儿一穷二白嫁过去，然后遭受公公家他们冷眼看待，反正你就是来花钱的还是怎么样，你何苦呢？干嘛呢？现在男女平权了所以如果你有女儿，你一定也会帮她准备好这些东西吧？你干嘛让她嫁过去受气？莫名其妙。最后你要知道市场端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也来聊一下我们刚才分享的事情。就很多女生现在自己会买房子，建商有没有做出一些调整先说结论，有，当然有，建商怎么会不知道？建商这么敏锐来，你看我画线的地方汉语建设、云眼、Sky Vision 聚焦健康与运动，这不是业配，反正我就是去查新闻，我就看到他写全案配备可开合全天候温水泳池，这厉害，管理费贵就贵了我跟你说，女生很舍得花那个对自己好一点的钱，你叫我吃泡面我也很开心你看全天候可开合温水游泳池，结合空中露台与户外广场，不受季节限制，受到女性客户关注。哇，我要表达的事情是，现在的确有很多建商开始针对女性客户来做调整了，像是刚才提到的游泳池、
瑜伽教室、图书室、瑜伽教室，我们男的去做瑜伽没有不行，我也认识有朋友会去做瑜伽，不过我那个同事是为了把妹反正他说，你知道吗？那个瑜伽教室你要不要来报？一起来报。哇，这个身材都超好，整间教室就你一个男的，我靠，他妈的死变态！反正就女孩子做瑜伽很正常的事情瑜伽教室都跑出来了。我们男生要的公社是什么？我们可以不用有公社，对，你要我家大一点就好，就这样啊。那甚至还有什么厨艺教室、皮拉提斯专区、空中瑜伽专区，它那个上面的梁什么都帮你弄好了，然后铁杆都帮你弄好了，就这样啊。然后建商的设计又怎样？特别厉害，他们早就研究清楚女孩子会喜欢的房子长什么样子，往那边去设计，又是新房子，所以你只要去看过一次预售，你就会，哎呀，真的是抠动你的灵魂。我告诉你，女孩子无法抵抗，就爱上那间房子。中古的话就还好，中古就长那鸟样子那 CP 值高是高啦，不过那个样子，哎呀，好吧那行吧大概就是这种状态下成交的。你不会热爱一个中古热爱的要命吧？并不会嘛。中古物况就那样，你能接受就接受，你不能的话不能，他也不觉得是他的问题，反正就这样，不会去针对女性朋友来专门去做一些改变，顶多就是什么，就是自产客、投资客先装潢好来卖，很针对女生的色系来卖，然后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卖这样。那如果你手上有房子想要针对女性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个，全屋 IKEA 家具 ，IKEA 风，反正你要卖嘛，你就不需要再去定做什么昂贵的什么家具，然后海外运进来。IKEA 你要这样子理解它已经确定受市场欢迎，不然不会每个周末 IKEA 都这么多人。而且我告诉你 ，IKEA 平日中午也很多人。我那个平日中午我有几次去，为什么那个停车要停到 B1 都没位置，要停到 B2？ 中午呢，平日呢，基本上台湾下喝药没有去看，大家去吃饭的他已经在市场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大家就是买单，大家就喜欢 IKEA 这东西。你就去看嘛 ，IKEA 是不是很多女孩子就坐在沙发上，然后抱着抱枕，他们若有所思，慢慢看，发出赞叹。不然就是一对小情侣手牵手，然后就坐在一个装潢好的样品屋里面，然后坐着，然后这边聊着，然后开始抱起来了，就是这样。大家是喜欢 IKEA 的，那你就用嘛，那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怎么做，你去看我会有影片，我有一集就是在讲怎么整间都把它改成 IKEA 风。来，第二个建议是尽量不要深色家具，所以就是你去买 IKEA 也不是想买啥就买啥买一些浅色的家具什么什么白色IKEA 大概都是这样分的，白色、黑色、木纹那其他就是特殊色再说。很鲜明的黄色啊或是很鲜明的蓝色，那个就先跳过。你一用那个，你又有风格属性的问题，就是喜欢的人很少你就是往中性的方向前进，然后稍微偏女性，这样就好了。摆绿植，可以摆一些植栽。我跟你说，那个 IKEA 的设计师是真的很有功底的，他不是说我们要来设计绿植，好，我们就来设计反正就会买。我这个就是这个都是假的，然后每一朵都是 IKEA， 我也没想到摆出来那么厉害。这个也是这个是你出 IKEA 之后什么用餐区反正都不是有一些卖食物的地方我看它很大罐很漂亮，我就买回来，我也还没喝你要不要喝？这是什么？这是酒吗？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它很漂亮而已。因为我摆台啤摆成一个罐头塔好像太夸张。好，那总之就是往这边前进摆一些绿植，看起来更有生气。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了为什么买房对女生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那我也为你分析了作家吴淡如的观点，包含房产能提供给女性心理安全感，以及女性购物比例高的现实原因，还有市场端相应的变化，就建商建商针对女性的需求进行设计上的调整，而且给出了你如何提升房子来吸引女生的建议。结论就是买房不仅能让女生拥有物质上的保障，更提供了精神上的自主跟安全感那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女生愿意勇敢踏出一步去背30年贷款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女生第一间房子应该要买多大间的？ A 一房一厅， B 2房就够， C 直上4房双主卧。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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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哦。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哦，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啊。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哦 ，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啊，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今天这集讲女生女性女权这些议题反正你要喷你就喷我是没差。我有观众朋友呢，我以前有一集拍过呢，就是在讲故事的那个单元里面，我有一集就是拍这个女生买房子的事情，偷买，她就是要一个港湾，她就是要避难所，她就是要一个，反正她买一个套房，然后果然又吵架又什么，哎呀，反正就是你可以回头去看那一集故事，那一集就是在我也忘记了，我影片那么多，随便你找到你就找。总之就是说，女生买房子跟我们男生买房子不一样。我们男生买房子只有几个理由，来，第一个家庭需要，因为我要结婚，我干嘛？很常很常听到男生哪有差，租房子爽爽的，然后又没差，为什么要去买房子？他结婚了这是火烧屁股，刚性需求，这没办法要买所以男生在买房子更多透露出是一种无奈，这个我们也讲真实的就是无奈。不然这些钱留着花在我自己身上多爽我们没办法结婚为了家庭买房子，男人就是这种生物啦就是为了家庭自己怎样都没差。然后第二个就是像我这种自产自产是怎样，我就帮他精算，然后算的话把房子当做一个存钱筒，他会自己增值的存钱筒那边算男生大概就这2种道路而已。你很难有个男生为了一个什么心灵的港湾什么避风港避难所去，我怎么觉得网咖包夜还比较像我的避难所，喜欢反正男生女生男女真的有别女孩子的会员朋友也来问过我很多问题，真的很多问题。我还有被问过那个家暴的嘞，就是家暴，然后被家暴，然后就很痛苦，然后自己有存了一笔小钱，然后可以买套房，到底要买还是不买？当然我这边情感諮商我不敢负这个责任。我会想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你不是要买不买，你是要离不离，我靠，拆散人家，我也不知道啦。总之就是说意义不一样以对男生而言，房子就行吧就这样。对女生而言就说哇，那是我的家然后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家，他又有能力再买一间，哇，那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男生脑残，我们不太想要秘密基地，我们比较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男生不太想要一个家我们比较期盼的是什么？我们比较期盼的是一个招待所，反正就是这样，差别真的很大。女性
买房就买啊，建商开始偏向女性，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男生都怎样死宅男啊，我们都怎样，我们都买 CP 值到爆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喜欢的房子女生都看不上眼，就很丑啦，就真的很丑嘛。因为我就慢慢算说，为什么这个要这样规划？为什么这个不能让我逛外面？这样要吃到我室内面积，所以那整栋大楼我们要歪歌起床。但是如果是女性消费者主导，我跟你说，台湾的街景会美非常的多，也是一件好事啊。女生买房就买房，有什么问题吗？好多观众朋友女生自己一个人来问我买房子，跟很多已经有另一半是老公或是有男朋友，也是来问我买房子的事情。怎么是女孩子来问？怎么不是那男的？总之就是这样。我还是认为说，女生她在人生上怎么样比较输不起。我现在没有要讲一些干话或什么要酸女生，并没有，而是女生失败的代价太大了。你有小孩子然后你自己的你有职场天花板，我也听我女性朋友抱怨过，你在社会上就比较不容易赚钱，所以你失败的代价会极大，真的是极大。那男的本来就是这样嘛，我们在以前游猎时代，就是在原始人还在草原上奔跑的时候，游猎时代不打一枪就跑，就这样啊。我回不到部族的那有差日本都有出现什么叫流浪武士这种东西了所以我们男生比较没差。我们对家没有那种渴求我们比较把它看成是一个存钱筒，看成一个资产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女生她还需要一个家，游猎时代就是长这样。男的反正你就出去你出去你就不要回来，你要是要回来你要给我扛着猎物回来，就这样不然你就不要回来。女性是干嘛？女性是抱团，然后守住那个洞穴，让火不要熄，然后白天的时候小心谨慎，因为还是有野兽嘛。一部分的人留在洞穴里面去养孩子然后一部分的女性比较有经验的会带队出去干嘛？采集果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男生跟女生视觉上会差那么多。这真的是我读一个科普好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即使到2025年，我们身上流着的血我们的 DNA 依然是500-600万年前那时候就刻下来的基因为什么？你跟你女朋友有没有去逛过保养有没有去逛过百货公司？她不是就会拿一堆口红的色号，然后在手上这样画，然后问你说哪个颜色比较好看？我都看得出来，我真的看不出来。不是都一样？这个比较橘一点。然后没有，你要选一个，好，我要选。那你这个是什么？指给我看，我去挑那个吹瓶。我说这个好看，然后被骂。总之就是这样。为什么女性她在挑那个口红色号，她可以那么相似的颜色，然后还是在她眼里都不一样？就像比方说一整面墙的钢弹模型好了，我每一个我都讲得出名字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女生看这不都一样吗？就差不多道理。为什么女性有这种辨识颜色特别厉害的技能？因为以前采集果实，男生是去打猎的，女性是去洞穴附近采集果实的。采集果实会需要一个技能，需要一个什么技能？就是它辨识果实成熟了没，它从青色、绿色然后慢慢转变为红色的过程，你要有办法去判断它熟了没嘛？没熟的东西可能有毒啊，就这样好几百万年然后怎么样？就女性天生就有办法去辨识那个差异很少的颜色。我们男性就不需要点这个技能，我们男性就出去外面打猎，一出去可能1个礼拜不会回来然后风餐露宿就没有关系。而且男性要怎样？要追着猎物跑，我们没有基地，你知道，男性的基因就没有家，就不需要有家。然后我只要记得洞穴在哪边我就把打到猎物拖回去大概就是这样。我讲到这里干嘛？总之就是反正就这样。女性买房这件事情，我举双手赞成就很棒。跟以前一定要靠男人来工作，靠男人要看着男人脸色过活，已经天差地别。我们男生我们自己要小心一点自己要盯紧一点。大男人的时代不是说早就过去了，早就是历史了。我们现在就是男女平等，然后男生你要买房子很好，女生要买房更好。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想要买一个房子，你看看你怎么去支持他，因为那个意义那个分量在你们两个人的心中完全不一样。